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谭松韵新剧《我和我的命》打破枷锁，奏响命运逆袭之歌。谭松韵新剧《我和我的命》自官宣以来便引发全网热议。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同名小说的作品，以改革开放浪潮为背景，讲述贵州山区女孩方婉之从辍学打工妹到商界女强人的逆袭故事。该剧由唐朝诡事录导演百山与编剧郭靖宇联手打造，长信传媒出品，央视总台更将其列为重点剧目。未播先火的态势印证了观众对现实主义题材与实力派阵容的双重期待。谭松韵此次突破童颜女神的舒适区，挑战横跨20年的角色成长弧。剧中方婉之初登场时，是蜷缩在深圳工厂流水线前的青涩女工，油污工装与疲惫眼神中藏着不甘的火苗。随着剧情推进，她抓住夜校学习机会苦练英语，在商海沉浮中创立玩具品牌，最终带着上市公司总裁的光环回归故土发展白茶产业。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奋斗轨迹，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爽文。预告片中谭松韵素颜出镜的打工场景与后期西装革履的商务谈判形成强烈对比，演技张力拉满。选角策略成为该剧打破行业规则的重要标志。制作方舍弃流量明星，启用高志廷、王劲松等低调实力派。高志廷饰演的摄影师高翔，既是女主灵魂伴侣，又是创业路上的观察者。这种去男主光环的设定颠覆传统偶像剧套路。老戏骨王劲松、刘威则化身商界引路人，用教科书级表演托起时代群像。这种全员演技派的配置，与当下影视圈唯流量论形成鲜明对比。正如网友评论，终于有剧组明白，好故事不需要流量镀金。该剧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撕碎社会对女性的隐性标签。方婉之的成长路上，遭遇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偏见，承受过商战中花瓶创业者的刻板认知，甚至功成名就后仍被质疑事业女性不顾家。这些情节宛如现实镜像，折射出职场性别歧视、容貌焦虑等社会症结。主创团队通过女主的坚韧反击，传递出人生剧本由自己书写的价值主张。剧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被观众视为向命运枷锁宣战的宣言。制作细节上，《我和我的命》重现了90年代的时代机理，从工厂老式缝纫机的轰鸣声，到深圳街头霓虹灯牌上的繁体字，剧组用5000多件复古道具搭建出年代质感。更难得的是，剧中融入真实纺织女工的生活图景，她们在车间劳作后学习服装设计，用缝纫机制作时髦连衣裙。这些细节源自编剧团队对佛山纺织业的深度采风，展现劳动者在时代夹缝中绽放的生命力。谭松韵的转型之路与角色形成奇妙互文。曾因娃娃脸被质疑只能演少女的她，用请叫我总监的职场女性归路的温柔警花，逐步拓宽戏路。此次为贴近方婉之的工人形象，她提前3个月体验工厂生活，手掌磨出老茧仍坚持不用替身。这种毁容式演技获得原著作者梁晓声高度评价，她眼里的光，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千万奋斗者的缩影。作为2025年最受期待的现实题材剧，《我和我的命》的价值早已超越娱乐范畴。当方婉之将企业交给团队，带着收养的孤儿回乡种茶，这个看似倒退的选择，实则叩击着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在物质成功与心灵归宿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剧组用充满诗意的镜头语言给出答案。真正的逆袭不是阶层跃迁，而是找回掌控命运的勇气。该剧未播先火的背后，是观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求，更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呼唤。当影视行业逐渐回归演技为王的本质，
当更多方晚之能在荧屏上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或许终将迎来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你对这种打破偏见的创作方向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